随着高龄社会的来临，失智症已经成为全球健康照护的重要议题。到了2050年，全球将有超过 1.3 亿人罹患失智症，其中最常见的类型阿兹海默症，虽然它的发病机制仍未完全了解，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口腔健康状况与大脑认知功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牙周病引发的慢性发炎，到缺牙导致的咀嚼力下降，甚至跟颚骨结构相关的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些看似与大脑无关的问题，竟然都有可能成为失智症的关键风险因子。您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一、为什么缺牙会造成失智？2、咀嚼力不足会让大脑退化得更快。3、牙周病菌可能是阿兹海默症的帮凶。4、牙齿咬合丧失影响呼吸道和睡眠。一项来自日本、纳入超过470万名60岁以上的民众的大型研究，给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警讯：对于罹患过牙周病的人，牙齿越少，患有阿兹海默症的比例就越高。剩下20到28颗牙的人，有 1.9% 罹患阿兹海默症，而剩下1到9颗牙齿的人则是 6.8%。也就是说，当牙周病患者剩下的牙齿少于10颗的时候，失智的比率是一般人的 3.5 倍。而没有牙周病，只是单纯缺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比例也有明显的差异。缺牙1到13颗的人是 2.67%， 全口缺牙的人则是 8.7%。 由此可见，全口无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比率是缺牙比较少的人3倍以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牙齿跟大脑的功能很相关。第一，咀嚼刺激的减少会导致大脑退化，咬合功能一旦变差，大脑接受到的感觉刺激就会减少，久而久之就可能会造成大脑皮质退化、前额叶血流的降低、神经网络的可塑性减弱。而这些许多的变化，正就是早期认知退化，也就是 MCI 的前兆。第二，牙齿缺失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教育程度低、收入不稳、糖尿病等因素本身就是失智的高风险群，也常常伴随牙齿的缺失。最新的研究发现，牙周病与阿兹海默症之间可能存在惊人的关联。牙周病的元凶之一是一个名为 PG 的细菌，它会释放出毒素，破坏牙周周围的组织，引发牙周的慢性发炎。但问题不只是出在嘴巴里，这些细菌与毒素可能透过血液进一步扩散，引起全身性的发炎反应，甚至进一步破坏大脑的血脑屏障，而影响到大脑。当这些发炎物质穿透破损的血脑屏障时，会让神经胶质细胞变得过度活跃，产生持续性的神经发炎，进而促进脑内的贝塔类淀粉蛋白与tau蛋白的堆积。而这些正是阿兹海默症典型的病理变化。长期下来，这就会开始导致神经的退化与认知功能的下降。此外，像是糖尿病、动脉硬化、抽烟、营养不良、运动不足，这些因素不仅会加剧牙周病，同样也是失智的风险因子，共同构成了一个互相强化的恶性循环。换句话说，牙周发炎不只是口腔的问题，更有可能你的大脑也正在求救。对于牙周病，若能够早期发现、积极的治疗，不但能够保住牙齿，更有可能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刷牙不只是维持口腔健康这么简单，它也是守护大脑健康的第一步。很多人以为缺牙只是老化的自然结果，但其实掉牙、不装假牙或者是植牙，很有可能会大大提高失智的风险。像上面提到的，咀嚼刺激的减少会导致大脑的退化，这是因为咀嚼不只是进食这么简单，它还关系到大脑的血液循环。当我们咀嚼时，牙根会把压力传导到牙周，牙周的微血管受到挤压，会刺激血液回流至脑部，进而为脑皮质层和海马回提供养分。这个过程能够活化海马回内的神经干细胞，对于预防阿兹海默症相当的重要。相对的，如果缺牙没有处理，只能吃软质或流质食物，就没办法给牙周膜足够的刺激，进一步减少血流供应，
造成神经营养的不足，尤其是海马回会随着年龄自然萎缩，如果再失去了咀嚼的刺激，将会大幅增加退化的速度。此外 ，Aging 期刊中一项追踪长达22年的研究也指出，咀嚼能力下降跟智力的衰退呈现正相关。研究团队追踪了554位50岁以上的受试者，并将50岁以上尚未失智的受试者依照咬合状况分为3组。A 组的咬合良好，上下左右4个后牙咬合都还在。B 组中度缺损，只剩1到3个咬合区。C 组则完全没有后牙的咬合，几乎没有办法咀嚼。长期的追踪结果发现，咬合区减少的人在空间判断力跟推理能力上退化的速度远比咬合良好的人还要快。也就是说，像判断方向、适应新资讯、灵活应对这类能力，在咬不动的人身上会明显下降的特别快。最后，许多研究也指出，缺牙者，特别是完全无牙者，他们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发生率会显著上升。而佩戴假牙可以改善气道狭窄，在夜间佩戴假牙就可以降低 AHI 值，并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经过全口咬合重建的人，他的垂直咬合高度恢复后，可以部分改善舌位跟下颚骨的位置，有助于维持上呼吸道的开放，也可以改善睡眠呼吸道的阻塞问题。我们总以为当人逐渐年老，大脑退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命运，但从这些研究数据看起来，口腔健康很有可能就是延缓失智的关键一环。牙齿不只是吃饭的工具，更是刺激大脑、传递血流跟神经讯号的重要角色。而口腔结构与功能，这跟我们夜间的呼吸状况又息息相关。越早重视牙齿健康，越有可能保住我们的大脑年轻以及它的锐利度。而牙齿排列、颚骨发育这些结构性问题，可能正悄悄牵动着我们的睡眠呼吸与大脑健康。像是下颚后缩、上颚太窄，或是牙弓塌陷的人，都会因为口腔体积缩小而压缩呼吸道空间，增加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风险。反过来，睡眠呼吸中止症又会让人在夜间反复的缺氧，以及睡眠的片段化，长期下来会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甚至加速失智症的发生。也就是说，牙齿跟口腔的发育不良可能成为失智症和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共同起点。这就是为什么从年轻时就重视口腔健康，远比你想象的更关键。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请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